If we ever broke up, I'll never be sad. Think about everything I thought we had if we ever broke up.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荣炯，欢迎收看本期白色评。在上期 vivo X90S 的视频之中，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聊了一下 ID 啊，这个轻样的配色，它的瓷质的感觉还是非常强的啊，这个不知道线下大家见到了没有？本期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发哥的92 Plus 在这台机器上表现如何，还有最重要的，换装发哥处理器之后，它的影像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吗？如果你想让人知道你换上了 X90S 啊，你必须得买这个轻样的配色。镜头模组外画上呢，也跟之前都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配置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发哥的 SP。到了影像环节 ，vivo 这次新增的质感模式还是值得讲一下的啊，也算是影像大改了。这就是之前内测了一段时间的 DemoX 风格。相比于 vivo 默认的鲜明啊，这个质感模式拍出的样张对比度要更大一些，更加强调光影感。同时，这色彩风格也会变得更加浓郁、更加立体一点。如果看过最近我们影像大和评的那期，小伙伴应该明白 ，vivo 默认的鲜明呢就是接近中调，质感呢则是偏向于中长调的一种调教。在拍摄这种有光影的场景时，质感风格的照片看起来就会更加立体，更加有层次感，和浓郁的色彩风格一起就有一些胶片的味道了。相比于绿场的哈苏专业模式啊，这蓝场的质感模式光影感，我们感觉要克制一些，但色彩上面要更加浓郁一点。就比如说这组傍晚的咖啡店窗户 ，vivo 就更加凸显了室内暖黄光的色彩。这组路灯下的灌木 ，vivo 就保留了更多高光的细节和灯光的色彩啊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更喜欢哪一种？我们的主观体验里面更加推荐有光影或者说色彩丰富的场景啊，使用这个质感模式，比如说类似这种场景啊，就拍出来感觉很有味道。不过大家都懂的，我们一拍样张就下雨的这个魔咒啊，如果是这种阴天的室外就不太适合了。这种时候默认的鲜明就会更加好看一些。对比其他同价位的机器，在默认模式下各家的差距到了这真的不太大了。对于细节和色彩的处理都表现不错。在光线复杂的室内，各家的差距主要还是在色彩风格上面。vivo更加明快的色彩，拍摄这种毛绒玩具的时候就更加讨喜一些。这种暖黄光的室内 ，vivo 也能很好的保留黄色灯光的感觉。但是在拍摄类似这种有强光的场景时，鲜明风格下整体有些泛白，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。开启质感模式可能就是更好的选择了。总的来说 ，vivo 质感色彩的加入弥补了之前 vivo 风格比较单一的问题。这个在之前我们的大横评中也提到过。蔡司自然色彩主打真实，但是和默认的这个中调的鲜明在风格上确实非常接近。而质感的加入给予了用户不同的选择。但还是我们横评中的那句话啊，这个质感模式也不是所有场景都适用，需要你多拍多尝试，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调调。或许在未来一段时间，各家都会推出属于自己的中长调风格，这也许是手机影像的下一个战场了。性能部分，娱乐兔数据库标准模式下呢 ，X90S 最终是162万加啊。当前娱乐兔 V10还是公测版本啊，这个跑分仅供参考。Geekbench 6.1的测试中，多核成绩5689，与小米13 8/2相差约100分。对比绿场9200，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。这次92 Plus 超大核的频率从 3.05G 提升到了 3.35G 赫兹，单核最终成绩也要高于隔壁8/2。在 3D Mark 的 GPU 测试中 ，vivo 的15134分对比其他机型提升也比较明显。不过在我们当前测试的系统版本下，它的稳定性只有 74.1%， 温控设置还是比较严格的，毕竟主打轻薄拍照这个定位嘛。游戏环节可以多留意一下它的温度表现。实测王者中低负载的游戏，对于这种旗舰机来说自然没啥压力啊。平均帧率 120.7 一条直线跑满，波动 0.2， 功耗4瓦，机身温度 41.5摄氏度，原神平均帧率 58.5， 功耗 5.7瓦，机身温度 44.9摄氏度，将那么一丢丢没有到45啊。在数据库标准的25摄氏度环境温中，属于体感确实热了啊，但是没到烫手那个程度。不过它在9分钟之后亮度下降啊，锁在了240尼特。对比其他几台机器，温度控制还不错，整体的体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星穹铁道加入数据库测试手册之后 ，X90S 算是第一台天机机型，平均帧率 44.6， 波动 93.5， 功耗 6.1瓦。这个纸面数据好像一般，但是实际对比其他几台机器，在体感上面啊差距并不大。照例测试5分钟之后啊，来到高压力的长乐天这个场景，此时峰值功耗啊干到了 11.6瓦，9分钟左右，温度来到 44.7摄氏度啊，它就开始锁45帧了啊，这个也是有情可原。结束时它的亮度下降了约100尼特。看了我们测试这个版本的温控墙就是45摄氏度。整个测试中后半段其实要比开头这种放开跑的体验还要更好一些，因为虽然锁帧了，但是它的帧率波动幅度比较小，就是你适应一会儿这个帧率之后，明显感知到的卡顿其实是变少了。作为一款刚推出不久的游戏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测天玑芯片在星铁上的表现。不过还是
是要提醒啊，这是 vivo 主打拍照的标准版机型，机器比较轻薄嘛，在这个定位下，这个成绩还算 OK 啊，当然期待后期能够进一步的优化。小白测评数据库 3.0 续航测试模型中，4810毫安时的电池，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58%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，4小时57分钟关机，将差1点到5小时。结合前面的游戏表现，也能看到它的性能调教还是比较激进的，日常使用的流畅度方面没啥问题。120瓦充电啊也挺快，10分钟充33%，前台显示100%耗时26分钟，涓流只有4分钟，完全充满30分钟啊，表现不错。数据库卡源软件综合调教的20款应用2轮打开，开启性能模式之后有动画加快的情况啊，这个3个游戏都有预加载，最终成绩101秒。X90S 基于它的定位，主要的优势在温控上面，测试过程中几乎没有超过45摄氏度的情况，并且在这个前提之下还能有不错的游戏体验。当大家看到这期片子的时候，618已经结束了啊！今年你入手哪台机器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。vivo 的 X 系列这2年表现确实比较稳啊，这个一直给我一种稳扎稳打的感觉。这台 X90S 主要就是极限性能方面的提升。如果你对性能要求更高啊，就是重度游戏更多的话，可能就更加适合你一些。还有就是它颜色上的选择了。OK 啊，勿创造需求，要按需购入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啊！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，你可以随时跟其他机型进行对比，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不管真体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